大哥，别这样，小妹她也只是一时冲动而已。见状，唐虎与唐勇赶忙过来劝阻。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能亲眼看着唐龙打死唐英，而唐家四兄妹所发生的一幕，也被不少曹家人看到，并且看得很是过瘾。在他们看来，这绝对是一场难得的好戏。然而，在唐家四兄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元稹长老却是缓缓地走向了那件岩浆帝君剑。这件半成祖兵非同小可，倒是可以通过这件半成祖兵查出这个叫楚风的来历。忽然，元稹长老探手一抓，便将楚风的那件岩浆帝君剑握在了手中。说得好听，他是要用这件半成祖兵查楚风的来历，但实际上不过是想占为己有罢了。可当抓住那岩浆帝君剑后，元稹长老的脸色却是大变，随后手掌猛然用力，只听的一声，竟将岩浆帝君剑捏成了粉碎。怎么会这样？见此一幕，许多人还目露不解之色。毕竟那可是一件半成祖兵啊！就算这元稹长老再强，可以他的实力也不能如此轻易的便毁掉一件半成祖兵吧？糟糕，上当了！而此刻，倒是唐家与曹家的两位家主率先反应过来。当那岩浆帝君剑被捏碎的一刻，他们便意识到那件半成祖兵乃是假的。而之前与楚风交手的他们非常清楚，楚风手中的半成祖兵可是真的。眼下这种情况既然发生了，便只能说明一种情况：那岩浆帝君剑是楚风伪造的，真正的岩浆帝君剑被楚风带走了。也就是说，楚风没有死，而是趁机逃走了。只是却没有人注意到楚风是如何逃脱的。发什么呆？还不快给我去追！那楚风不死，日后你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元稹长老愤怒地暴喝一声，而他此话落下之际，人却早已经不见。他是自唐家被攻破的结界出去了，至于为何出去，自然是去抓楚风了。真是该死！见状，唐家家主与曹家家主也是身形一纵，便追了出去。此刻只剩下唐家与曹家的众人，一脸的迷茫以及一脸的震惊。虽然元稹长老没有明说，但他们却也是隐隐间意识到，楚风似乎没死，而是逃走了。只要想到他们想要杀天族之人，但却没有成功，而是让天族之人成功逃脱，所有人都是吓得不轻，甚至有胆小者已是吓得瑟瑟发抖。尽管他们都是修武者，本该心智极强，承受能力也应该强一些，可是只要想到日后有天族之人浩浩荡荡的来到此处，他自然也是惧怕不已。毕竟那个时候他们将要面临的乃是灭顶之灾。楚风没死，然而就在大部分人都惊恐不已之际，唐英却是面色转喜。尽管他也知道楚风若是活着离开，唐家的处境将会极其危险，他家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可是他此时此刻却就是希望楚风能够活着离开，他不希望楚风死。至于楚风，当然没死。楚风是利用五行秘技与其肉身相融后，那不死不灭的特质，将自己的肉身分散了。将肉身分散化作风雷水火土5种能量之后，楚风用结界之术改变能量的气息以及明显度，然后趁着3种天境武技相互交织，形成汹涌的能量涟漪，席卷四面八方之际混入其中，最终神不知鬼不觉的逃出了唐家。至于为何要逃，那是楚风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战胜唐家家主以及曹家家主，还有那元稹长老3位7品半祖。而今日唐家为了利益，竟然对楚风恩将仇报，此仇楚风不能不报，所以为了报此仇，楚风必须要逃，在将来有了一定的把握后，再回来收拾这唐家。总之，今日这口气，楚风绝对不能就这样咽下，他必须要给予唐家一个狠狠的教训才行。不仅是唐家，还有那曹家，楚风也同样不会放过。灭掉唐曹2家巨化，楚风可不是说着玩的。逃离唐家之后，楚风便径直的前往了暗夜鬼灵。虽然刚刚脱离虎口，楚风本该躲起来，至少跑得离唐家越远越好，但楚风却时刻没有忘记王强的安危。眼下既然降妖泉水已经到手了，楚风就必须第一时间进入暗夜鬼灵，寻找那个妖女，将王强给救出来。否则，楚风怕时间太久，王强便被那妖女给杀了。暗夜鬼灵在光明仙山的对立面，面积虽然没有光明仙山那样大，但也同样不小。最重要的是，暗夜鬼灵内的树木很是特殊，不仅枝叶如利刃，更是通体漆黑，且暗夜鬼灵内竟然没有任何生物，且连风都无法闯入这片丛林，这里就像是被下了诅咒一般，寂静的可怕。楚风走在其中，可谓伸手不见五指。尽管这种黑暗无法挡住他的视线，可那种压抑的感觉却让楚风很不自在。王强，你这个不争气的家伙，可一定要活着！此刻，楚风已经在这暗夜鬼灵内寻找了数日时间，可依旧没有看到王强以及妖女的踪迹，这让楚风越发的不安起来。毕竟那妖女是以人为食的，而时间过得越久，王强死的可能性越大。然而，忽然之间，楚风神色一滞，眼中涌现出一抹惶恐与不安。紧随其后，楚风身形一动，便快速的向前方飞掠而去。很快的，楚风来到了一片极其危险的丛林，这里有着许多远古阵法，且隐藏的极深，寻常人根本就难以发现。而若是触碰那些远古阵法，便会必死无疑。楚风穿过道远古阵法之后，便来到了这片丛林的中心区域。而在这里，楚风便看到了一大堆白骨，这些白骨全部都一模一样，就连本源都被炼化，脆弱不堪。因为这些白骨都已经变质，楚风无法从这群白骨之中分辨出死者生前的修为，或者是男是女，但楚风却能够看得出来，这群白骨的主人死的时间并不久。若要推算，这些人定然便是当日与王强一起被抓走的那群人。除了这些白骨之外，此处还有着一张由树木堆积而成的简单小床，以及生过火的痕迹，种种迹象都表明这里有人居住。而什么人会在这种地方居住？那肯定便是妖女。所以楚风断定，这里一定就是那妖女的根据地。这些人的确便是当初被妖女抓走之人的遗骸。而由于这些白骨已经变质，楚风无法分辨出哪个是王强，可却必须要确定，
这里面是否有王强？若是没有王强也就罢了，若是有王强的话，那么便说明王强已经死在了那妖女的手中，而这是楚风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数这些白骨的数量。因为当初王强过去调戏妖女之时，楚风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楚风下意识地留意了一下在场的所有人，有意无意之间，楚风便也记下了当时被掳走之人的数量。所以通过这白骨的数量，楚风便可以大概的断定这里面有没有王强。虽然说来也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但楚风总觉得王强是那群人中能坚持到最后的一个。该死，该死，该死！忽然，楚风神色大变，气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一股浓郁的悲痛之情也是自目光之中涌现而出，真是混账！随后，楚风双拳紧握，便狠狠地捶打土地，震得这方大地宛如地震一般，连续颤动。楚风已经数过了那些白骨的数量，竟与当日被掳走之人相对吻合，这说明王强也在这其中。可这些乃是白骨啊！王强若真在其中，那必然是已经死了。我怎么这么弱？我怎么这么弱？没用，实在太没用了！竟然连自己的朋友都保护不了，还凭什么去夺回逝去的尊严？废物！楚风，你就是一个废物，彻头彻尾的废物！楚风歇斯底里的大喊着。此刻他的心当真是悲痛欲绝，虽然没有流泪，可他却是极为的难受。别看楚风与王强接触的不是很多，但从刚认识王强便觉得他是一个可交的朋友。当得知王强竟然还曾暗中保护过自己之后，楚风对这王强更是倍感感激。尤其是王强那一句他只看楚风顺眼，更是让楚风认可了这个兄弟。然而现在楚风眼睁睁地看着王强被妖女抓走，却无能为力，直到被妖女活活吃掉，他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要想到王强被那妖女扒皮抽筋，血肉被妖女一口一口吃掉，死得惨不忍睹，楚风便痛恨极了那妖女，同时也痛恨自己，痛恨自己的无能，痛恨自己的弱小。是有你的亲人被那妖女吃了吗？忽然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听着这个声音，楚风便猛然站起身来，将那恶狠狠的目光投了过去。可是这一看，楚风却顿时愣在了那里，那竟是一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长得很瘦，穿的也很破，一个本就破烂的布衣，竟然缝缝补补多处，就像是一个乞丐的衣服。不过别看这衣服破，但却非常的整洁，竟是一尘不染。楚风一眼就看出这个干瘪瘦弱的老和尚不是一个寻常之辈，因为他没有修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有修过武的普通人。但是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来到如此凶险的地方？你是何人？楚风强忍下王强已死的悲痛，经谨慎地对这位老和尚问道。但楚风却并没有称对方为前辈，因为楚风无法确定这个老和尚是敌是友，甚至无法确定这个老和尚是人是妖。毕竟这里不仅仅是暗夜鬼灵，还是妖女的根据地。这个老和尚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此处。看你先前的反应，我便知道肯定有你的亲人死在了妖女手中。但你若想找妖女报仇，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此处。就算你身上带了降妖泉水，可是修为差距太大，你不可能是那妖女的对手。老和尚平静地说道。你认识那妖女？楚风问道。认识又如何？老和尚说道。快告诉我，那妖女在哪里？楚风手腕一转，便亮出了半成祖兵岩浆帝君剑。与此同时，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同时施展而出，楚风那磅礴的气息便席卷这方天地。然而面对这样的楚风，老和尚却是面色不改，反而淡淡一笑，说道：莫说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助纣为虐，你也该死！楚风强忍下去的怒意猛然爆发开来，手握岩浆帝君剑便向那老和尚攻了过去。然而只见老和尚大袖一挥，一阵微风轻轻拂过，竟将楚风吹得连连倒退。不仅是楚风的身子被吹得退了回来，就连楚风的威压与杀意也全部被吹了过来。这一刻，楚风也是心中一凛。尽管早就猜到这个老和尚可能是因为修武高手，但楚风却没有想到这个老和尚强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说与妖女正面交锋，楚风不是妖女对手，那么若是与这个老和尚正面交锋，就算100个楚风也完全不够这个老和尚杀的。见你是因亲人死去悲痛欲绝才做出如此愚蠢的行为，老僧我今日便不与你计较。老和尚平静地说道。你究竟是人是妖？楚风问道。是人又如何？是妖又如何？老和尚不以为然地说道。那妖女滥杀无辜，难道你就不管？楚风问道。他是想用这句话来测试这老和尚究竟是站在妖女那边，还是与妖女无关。毕竟老和尚的实力绝对要在妖女之上，他若要杀妖女，妖女根本不可能活下来。滥杀无辜，人死便是无辜，那凶兽死呢？妖兽死呢？就算这一草一木也皆是生命，你随意几步便可践踏无数生命，你一道武技更是不知毁了多少生命，难道你就不是滥杀无辜？若要说替天行道，那么老僧我便该屠尽天下人。老和尚说道。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心中一沉，尽管对方有强词夺理之意，但却也并无道理。毕竟花草树木也的确皆是生命，强者交手之际，一道涟漪便可摧毁一方，只是一道武技，不知道便废掉了多少花草树木。若要说无辜，那些花草树木没有招谁惹谁，死的也的确是无辜。既然相见，也算是有缘，看在你为亲人之死而悲痛欲绝，还算是有情有义之人的份上，便劝你一句，想要报仇是要力量的，而感悟修武之道，突破重重屏障，需要的乃是平心静气。所以你现在这样可是无用。老和尚说道。说完此话，便踏空而行，他的步伐很是缓慢，可却速度极快，眨眼之间已是掠上高空。前辈，你究竟是何方神圣？楚风大声问道。虽然那和尚没有要除掉妖女的意思，可却也没有对付楚风的意思，哪怕楚风先前愤怒的有些失去理智，主动对其出手，多有得罪。
但他也没有伤害楚风，甚至还提醒楚风，倒也算是间接的帮助了楚风。所以不管他是人是妖，倒也担得起楚风叫他一声前辈。无名之辈罢了，就当没有见过我，更不要与任何人说起见过我，否则对你没什么好处。老和尚的声音再度传来，可是他的身影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位到底是什么人？楚风目光变得复杂起来。虽然不知道那老和尚是何方神圣，但楚风却也听他的劝，努力平定了自己那悲愤的心情。楚风要努力感悟修武之道，尽快突破通往2品半祖的瓶颈，尽早的成为2品半祖。只要是2品半祖，楚风便可以收拾唐家与曹家。就算再遇到那元稹长老，楚风也不会惧怕。但有一件事，楚风却并没有听那老和尚的劝。楚风并没有离开这暗夜鬼灵，王强死于那妖女手中。此事楚风绝对不能善罢甘休，甚至楚风等不了，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杀了那妖女，否则难泄心头之恨。所以楚风在那妖女居住的地方布置了层层结界，只要妖女归来，楚风便会发现她，并且追踪到她。楚风是要守株待兔。然而在楚风躲在暗夜鬼灵一边修炼一边等待妖女的同时，陆阳阁那边却早已知道了唐家内所发生的事情。陆阳阁的某座寝殿之中，元稹长老正跪在地上，而在他所跪的方向有着一张大床，这床至少四四方方，面积是普通床的100倍不止，并且那床的四周由特殊的薄纱挡着，有那层薄纱在，就算用结界之法，却也难以清除的洞穿床内的一切。虽然无法清楚的看到，可只用肉眼来看，却也能够隐约间看到足足几十个女子的一丝不挂的在床内伺候着一个人。那个人正是陆阳阁的阁主，死了就死了。本来我收3个亲传弟子，也只不过是一时兴起罢了。只不过那个叫做楚风的，绝对不能放过。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莫说我楚陆阳的弟子，就算我楚陆阳养的一条狗，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杀的。床内传来陆阳阁阁主楚陆阳的声音：“只是阁主大人，那楚风既然姓楚，会不会是你楚氏天族之人？”元稹长老问道。楚风，我楚氏天族似乎没有叫这个名字的。楚陆阳此话说出后，忽然语气一变，说道：“不对，似乎有那么一个，有叫楚风的。”听得此话，元稹长老顿时神色大变，只在那一瞬间，竟已是满头大汗，满面惊恐，紧张的不得了。楚氏天族的人，如他这样的小角色，可是得罪不起的。若楚风真是楚氏天族之人，他害怕就算他们的阁主大人也保不住他。的确有一个家伙叫这个名字，不过早就死了，并且就算他还活着也没用，因为那是一个不具备天级血脉的废物。楚陆阳忽然大笑起来，说道：“你不提起，我差点忘记了，那个父子俩可是我楚氏天族内最大的一个笑话。”哈哈哈哈！楚陆阳笑得很是疯狂，就像是真的想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一般。但楚陆阳这样的笑声却让元稹一头雾水，他根本就不明白一个人的为何会让楚陆阳感到如此的好笑。阁主大人，就算那楚风不是楚氏天族之人，但也定然是其他天族之人。他既然逃了，怕是会有后顾之忧啊。元稹长老担忧地说道。元稹啊，枉费我栽培了你这么久，难道这点事情你还不明白吗？楚陆阳说道。恕属下愚昧。元稹长老低头说道。我问你，你若是楚氏天族之人，若遇到了麻烦，会不会将楚氏天族的名号搬出来？就算你不是楚氏天族的人，而是其他天族之人，你遇到麻烦也同样会搬出家族的名号吧？楚陆阳说道。阁主大人明鉴，属下的确会。元稹不可否认的点了点头。不止你会，凡是正常人都会。而那叫楚风的，可有提起他的家族？楚陆阳问道。的确没有。元稹长老说道。那你觉得他为何不提起他的家族？楚陆阳问道。莫非是就算提了他的家族，他的家族也不会帮他？元稹长老问道。这是自然，若是他的家族会罩着他，他怎么可能不抬出自己的家族？所以不要遇到个有天级血脉的，便战战兢兢的，又惊又恐。天族的人多了，拥有天级血脉但不受家族认可的野种更多。楚陆阳说道。属下明白了。元稹长老恍然大悟，面色转喜。在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为何楚风不是楚氏天族的人，却要叫楚风这个名字，那是因为他本就不属于任何天族，而是被某个天族抛弃的野种罢了。明白就好。另外记住，就算他真是某个天族之人，我陆阳阁也不怕。下去吧。楚陆阳说道。属下告退。元稹长老恭敬的施礼之后，便转身离去。等一等！忽然，楚陆阳的声音响起，随后一块令牌便自床中飞掠而出，落入了那元稹长老的手中。阁主大人，您这是？接过这个令牌，元稹长老的一张老脸之上顿时涌现出了狂喜之色。这个令牌可是能够调动长老的令牌，换句话说，这是权力的象征。只要有这个令牌在，就算实力比元稹长老强的人，也必须要对他唯命是从。抓住那个楚风之后，不要立刻杀了，要好好的折磨他。楚陆阳说道。阁主大人，莫非您认识他？元稹长老问道。认识？我怎么可能认识这种垃圾？我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绝对不能让他好死，这就是他取错名字的代价。楚陆阳说道。属下明白了，定然不会让阁主大人失望。元稹长老信誓旦旦地说道。对于陆阳阁内发生的事情，楚风全然不知，他一直在暗夜鬼灵内，一边等候妖女归来，一边苦心修炼。就这样，转眼之间又是数日。虽然妖女一直未曾归来，但楚风的修炼却并没有白费。如今的楚风正盘坐于某个隐藏结界之内，全神贯注。忽然，一股磅礴的气息自楚风体内散发而出，若不是有那结界拦住了这股气息，定然会造成一定的震动。而下一刻，楚风的双眼也是缓缓睁开，目光不仅明亮有神，更是凌厉胜过当初。但与此同时，楚风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冰冷的杀意。他右拳微微握紧，感受到此刻体内奔腾的力量，忽然望向唐家所在的方向，低声说道：
唐家，你们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忽然，楚风身形一纵，便拔空而去，他的速度竟比之前快了数倍。原来，楚风此刻的修为已经不再是1品半祖，而是2品半祖。经过数日的苦心修炼，楚风终于突破了那重屏障，成为了一名真正的2品半祖。楚风离开后，在其先前所在的不远处，忽然浮现出一道身影，此人竟是那位神秘的老和尚。此刻，老和尚目光凝视天空，在那深邃的眼中，竟涌现出震惊之色。若是其他人看着此刻的天空，看不出任何特殊，但老和尚眼中的却看到了一番景象，一番足以令他为之惊叹甚至震惊的景象。这似乎是传说中的神罚降临，不过仍有9%在天上徘徊。此等恐怖的力量，竟然只降下了1/10，是因为只降下了1/10的力量，才导致神罚的威能没有显现而出吗？他是怎么做到的？不仅修炼了传说中的神罚玄功，竟然还能够让传说中的神罚减弱自己的力量，只用1/10的威能来惩罚修炼者。老和尚忽然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离开的方向，久久不愿收回，陷入了深思之中。此子究竟是何来历？楚风莫非是楚氏天族之人？老和尚越是深思，目光便越是复杂。若是有认识这老和尚的人，看到他的眼中之中竟涌现出如此目光，定然会感觉不可思议，因为几乎很少有人能够让他露出此等目光，更何况是一个年轻人。父亲与爷爷的确厉害，若不是靠他们传授的经验，我想要突破，定是要难比登天。楚风隐于虚空之中，正在向唐家飞掠而去。可是以身为2品半祖的他，却是心有余悸，因为这次突破看似寻常，但实际上很不同寻常。楚风不仅仅是简单的突破了横在1品半祖与2品半祖之间的屏障这么简单，他还经历了神罚玄功的洗涤。只不过这第一场洗涤并没有传说中的惊天动地，甚至可以说没有引起任何的变动，但哪怕如此，却仍然让楚风有了一种劫后余生之感。当他刚刚突破那重屏障，还没有突破修为之际，便感受到了在天空之中有一股极为恐怖的力量浮现，并且锁定了他，那便是神罚的力量。楚风觉得，若是那神罚的力量全部落下，他多半是要飞灰烟灭，恐怕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但是那神罚的力量并没有全部落下，最终只落下了不到1/10。而之所以会这样，倒是多亏了他的父亲楚轩辕以及他的爷爷楚汉仙。他父亲将神罚玄功传授给楚风的同时，也将该如何应对神罚玄功的方法传授给了楚风。毕竟神罚的力量毁天灭地，且突破的境界越高便越是恐怖。虽然需要极强的毅力，但若要硬来，却也根本无法抵挡那神威的力量。所以想要抵挡神罚的力量，却需要一定的办法。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训练自己，让自己通过接受神罚的洗涤，从而渐渐适应神罚的力量，层层递进，这样才能承受更强的神罚。但神罚毕竟极为恐怖，若是不做任何处理，便去接受神罚的全部力量，莫说适应，搞不好直接会被神罚的力量给活活轰死。而楚风这一次乃是第一次接受神罚的洗涤，而他之所以只承受了1/10的力量，正是因为那道隐藏结界。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一道小小的隐藏结界居然能够误导自罚玄功，让传说中那神罚的力量只降下1/10。但是楚风知道，他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他有一个好爷爷和好父亲。神罚玄功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日后的修行之路将很艰难。楚风眉头微微皱着，经过神罚的洗涤之后，向来自信的他也是不再那么自信了。1/10的神罚力量，虽然表面上来看并没有造成多大的轰动，甚至连周遭的一草一木都没有改变，可却不代表着1/10的神罚力量非常之弱。相反，这力量一点也不弱，甚至比天罚玄功的全部力量还要恐怖得多。而之所以会没有造成任何动静，那是因为那1/10的力量却全部轰向楚风，一丝都没有浪费。尽管楚风毫发无损地挡了下来，但却也是挡得极为勉强。所以这让他知道，今日经历的不过是个开始，下一次突破绝对会更加艰难。因为下一次突破的时候，哪怕他用隐藏结界，也不可能只让神罚之威降下1/10，下一次将降下的神罚力量乃是2/10，并且下一次的神罚的力量也绝非这一次可比。毕竟突破的境界越高，神罚的威力便越强。最重要的是，当神罚落下的力量超过5%，那么神罚便不再是无形，而是化作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有形力量。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威力无穷，更是声势浩大。也就是说，准备突破到6品半祖的时候，他若不想引起轰动的话，突破修为时就必须寻一处隐秘的地方，否则便会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是等他要突破2品5祖的时候，隐藏结界将彻底失去作用。那个时候，楚风将承受的便是神罚的全部力量。所以在那之前，他必须尽量的适应神罚的无穷威力，否则他将必死无疑。而这种种的种种，都注定了楚风日后修武之路的艰辛。这唐家还真是不将我放在眼中啊！转眼之间，楚风已经来到了唐家。他发现这唐家居然连防御结界都没有张开，守卫更是松懈得很。比起当初面对曹家之时，可谓天地之别。莫非有诈？楚风目光一变，但最终还是隐藏着气息，悄悄潜入了唐家。因为唐家当初对他做的事，当真是过分。这口气，楚风无论如何都咽不下。起初潜入其中，楚风乃是小心翼翼，但很快的他便发现，他想多了，这哪里是有诈，而是唐家真的没有将他放在眼里。因为唐家不仅仅是守卫松懈这么简单，竟然所有高手全都不在唐家之内，剩下的唐家之人居然连一个半祖境的都没有。忽然，楚风看到了一个婢女，那个婢女楚风认识，乃是当初在唐家之时为唐英通风报信，说他的2位哥哥要将唐英嫁入曹家的那位。楚风觉得这位婢女应该算是唐英的心腹，于是趁那婢女不备，便将她抓起，来到了一处无人之地。楚风大人，是您。然而令楚风意外的是，本很是惊恐的婢女，在看到是他之后，脸上的惊恐
不仅消失不见，竟然还瞬间转喜。别叫我大人，叫我楚风就好。楚风淡淡的笑道：“楚风大人，您是带着援军来的吗？您是要灭掉我唐家吗？”那位婢女问道：“就唐家现在这群人吗？我不会杀的，我楚风不杀弱者。”楚风摇了摇头，现在唐家剩下的人，对于楚风来说，手无缚鸡之力，楚风不会杀这种人。楚风大人，您果然是好人，那么您能不能救救我家小姐？那位婢女对楚风恳求道：“你家小姐可是在指唐英？”楚风问道：“是，就是我家小姐唐英。”那奴婢说道：“唐英她怎么了？细细与我说来。”楚风问道，而那婢女也不隐瞒，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楚风。唐海川，你可真够有种，居然为了保全唐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放过。得知事情经过，楚风的眼中的怒意顿时涌现而出。原来当日楚风逃离后，元稹长老虽然愤怒于唐曹两家放跑了楚风，可却也没有违背诺言，当真是让唐家与曹家和解，甚至还让曹家补偿了唐家一大笔费用的同时，让出了多个地盘。那场大战之后，唐家虽然损失不小，但是获得的好处却是比损失还要多得多。这对于唐家来说，真可谓是因祸得福。但是元稹长老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让唐家家主将其小女儿唐英嫁给曹家家主的小儿子，也就是那个白痴。对于这个抉择，唐家家主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保住唐家，卖掉自己的亲生女儿。而说来也巧，唐家与曹家的联盟大典就在几日后举行，在那联盟大典上，唐英也会正式嫁入曹家。楚风大人，元稹长老之所以看不惯我家小姐，正是因为当日小姐为您求情，而现在我家小姐可谓是众叛亲离，对她来说最亲近的人却都是出卖她的人。现如今唯一能救我家小姐的，就只有楚风大人您了。楚风大人，我求求您，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家的小姐。此次我家小姐若是真的嫁入曹家，那可真就是生死难料了。那曹家人肯定会如何折磨我家小姐的？毕竟曹宇轩的是被您所杀，而曹家所有人都知道您与我家小姐关系不同一般，他们一定会把这股怨气撒在我家小姐的身上。话到此处，这位婢女竟然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并且早已泪流满面。你对你家小姐倒是忠心，放心，我会将她带出来的。不过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你见过我，就当我再也没有出现过，否则对你没有好处。楚风此话一落，那婢女本想抬头感谢，可却惊愕地发现楚风早已经不见，但却在楚风站着的位置漂浮着一个乾坤袋。接过乾坤袋，那婢女顿时神色一滞，因为这乾坤袋内的财物以及宝贝是她此生此世都难以得到的。楚风飞快的赶路，终于在唐家与曹家联姻之前赶到了曹家。而如今曹家为了这场婚礼，更是广迎宾客，不仅附近的一些势力来了，就连陆阳阁的一些人也来了，其中自然也有那位元稹长老。明日便是唐家与曹家联盟的日子，同时也是唐英嫁入曹家的日子。而楚风的计划就是要提前将唐英给救出来，绝对不能让唐英真的与唐家小儿子举办了婚礼。但是令楚风想不到的是，唐家竟已经提前将唐英交给了曹家，真可谓是完全将唐英给卖了。经过一番打探，楚风终于得知了唐英所在的地方。他不仅没有得到一个新娘应该得到的招待，竟然还被关入了地牢之中。那牢房戒备森严，寻常人根本难以进入其中。但是这却难不到楚风。为了不打草惊蛇，楚风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用特殊手段，神不知鬼不觉地迷晕了看守地牢之人，这才进入地牢。而还未进入关押唐英的牢房，楚风便已经透过牢门看到了那关押在其中的唐英。此刻的唐英被结界束缚着，莫说挪动一下，就连说话都说不了，被结界绳索捆绑得严严实实。唐英并没有哭，可是那双通红的双眼已经肿了起来，这说明他曾哭过很久很久，并且眼下的他两眼无神，就仿佛已经生无可恋，做好了随时去死的决心。在楚风看来，若不是他被结界封锁，他很可能已经自杀了，毕竟他可是被最亲的家人给出卖了。但是见到的牢内的景象后，楚风的眼中不仅有心疼，还有愤怒，因为眼下那地牢之内不仅唐英一人，在唐英他的身前还站着一名女子。这个女子长得倒是有着几分姿色，打扮的更是花枝招展，穿着暴露的她就像是一个活脱脱的妖精。可别看她表面看上去年轻，但楚风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女子活了至少1000年之久。怎么不说话？你这个臭星号星号，快告诉我，为什么之前要悔婚？为什么不肯嫁给我儿子？是不是因为那个叫楚风的？你给我说话！怎么不说话？差点忘记你了，你根本就说不了话，连说话的资格都被你的家人给剥夺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你的家人，谁让你那么不要脸？可不妨告诉你，曹宇轩被那楚风所杀，和你也有关系。曹宇轩的娘无论如何都绝对不会放过你，你早晚要有一死，但根本不用曹宇轩他娘来对付你，我便不会放过你。你之前要与我儿子悔婚，便是对我儿子的侮辱，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曹家这次迎娶你，你就真的还能做我曹家的儿媳妇。明日大婚之后，就是你唐英的死期，但我不会让你死得痛快，我要先让你生不如死。我已经找了100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找了100个长相最丑陋的妖兽，我要让他们轮着办了你，我让你守身如玉，我让你看不起我儿子，我要让你临死之前饱受折磨，饱受摧残，饱受痛苦。那女子指着唐英恶狠狠地说着。听过这番话后，楚风便已经知道这女子定然是曹家小儿子的娘亲，而被人如此羞辱，唐英自然也是愤怒，但无法说话的他只能用自己的目光恶狠狠地去盯着那白痴的娘亲。臭星号星号，居然敢瞪我！见状，那女子白痴他娘顿时大怒，抬起手掌便抽向了唐英的脸颊。只不过一声脆响之后，那女子顿时神情大变，因为她这一巴掌不仅没有扇到唐英，反而被人拦了下来，而这拦下之人自然便是楚风。你是什么人？这女子显然不认识楚风，一脸的吃惊。我叫楚风。楚风说道。什么？你是楚风？听得此话，
女子转身便要逃跑，但是她的手腕还被楚风拽着，哪里有逃跑的机会？男人啊，救命啊！楚风在这里！惊慌之下，女子只好大喊着求救。然而楚风只是冷哼一声，随后大袖一挥，便将女子摔到了这地牢的墙角处。随后楚风大袖又是一挥，那封锁唐英的结界便被解开，想怎么教训便怎么教训，对这种人不要留情。楚风指着那女子说道：“不要！”见状，那女子顿时惶恐的尖叫出声，然而她的声音却越来越弱，不仅声音弱，就连气息也变得极弱。她的一切都被楚风封锁了。你骂谁？星号，要说星号也是你，谁不知道你当初勾搭曹家家主的事？为了嫁给曹家家主，你甚至杀死了与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胞妹妹，你简直就不是人！唐英此刻愤怒的情绪得以爆发，自然也是毫不客气，对着那女子便是一阵拳打脚踢，将其打得满脸是包，皮开肉绽，竟硬生生的将其给打昏了过去。而见其晕倒，唐英才总算停手，似是气消了，他先前愤怒的神情便被紧张所取代。楚风，你怎么能来这里？如今曹家和唐家都在四处抓你呢。唐英紧张地对楚风说道：“我来这里自然是为了救你，不要忘记我可是你的护卫。”楚风笑眯眯地说道：“可是没有，可是我问你，我若带你走，你愿意走吗？”楚风问道：“如今的唐家已经不是我唐英的家，而这曹家的人都一心想要折磨我、羞辱我，我当然想走，只是若是想走，我现在便可以带你走。虽然你从今以后没有亲人了，但你却有朋友。”楚风笑着对唐英说道。但是唐英说话间看向了自己先前被捆绑于束缚的地方，他的意思已经很是明了，若是他走了，曹家定然会发现他走了，那样一来可就不妙了。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探出手指，对着那女子一阵点指，而手指每落一下，都会有一道结界之力融入那女子的身体。眨眼之间，那女子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不仅面容化作了唐英的模样，就连衣服也是化作了唐英的衣衫。随后楚风袖袍又是一挥，那女子便来到了先前唐英被束缚的地方，就连已经被楚风取消的束缚结界也是再度浮现，只不过此刻那些结界绳索不再是捆绑于唐英，而是捆绑于那女子。但是在外人来看，这被捆绑的就是唐英。楚风，你该不会是见此一幕？唐英顿时想到了什么，可谓又惊又喜。没错，我就是要让那个白痴娶她这个丧心病狂的娘，要让曹家脸面丢光。楚风说道。真是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坏。虽然这个做法很是疯狂，但唐英却是无比的支持。只要想到曹家人当时的脸色，唐英便感觉大快人心。坏，对待好人，我楚风便是最好之人；但对待坏人，我楚风便是最坏之人。比好，我可能比不过很多人，但若比坏，我楚风可不会输给任何人。楚风说道。看着这样的楚风，唐英顿时心里一暖，尤其是在被自己的家人、被自己从小到大所信赖之人抛弃出卖后，再遇到这样对自己的楚风，他的心里当真是温暖至极，泪水难以忍受的便滑落而下。喂，别哭了，人生就是如此，你的家人本性如此，你今日看清他们，可能有些残忍，但终归也是好事，你以后会明白的。楚风虽然这话说的有些苛刻，但手却已然抬起，亲自为唐英擦拭脸颊的2行泪水。此刻唐英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庆幸那一日去了光明仙山，庆幸遇见了楚风。如果说之前他已经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但现在他发现并非如此，他至少还有一个真心待他的朋友，这个人便是楚风。尽管他与楚风相识很短，可楚风却愿意为他以身犯险。随后楚风便将唐英送出了唐家。至于地牢护卫，楚风自然也让他们苏醒。护卫并不知道自己之前昏迷过，但却也察觉到了不对，所以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关押唐英的地牢观察究竟。当打开地牢看到唐英还在之后，几名护卫才总算松了一口气。不对啊，六夫人什么时候走的？忽然牢头问道。他只记得六夫人进来的时间，却不记得六夫人离开过，应该刚走不久吧。见状，几个护卫赶忙撒谎说道。他们自然不敢说，他们并不知道六夫人是什么时候走的，因为那样说的话可就等于他们玩忽职守，可是要受惩罚的。那便好，六夫人最近心情不好，咱们可不能得罪了她。牢头一边嘱咐着，一边带着几名护卫向外走。而就在这时，那女子忽然苏醒，见到这些护卫便想要大声求救声音，但是她却惊愕地发现，她不仅说不出话，就连身体都动不了，只能发出阵阵轻哼。一时之间，她急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臭娘们，你狼嚎什么？牢头走上前去，抬手就是一个耳光，狠狠地落在了女子的脸上。大人，这样不好吧？他明天可是要咱们少爷举办婚礼的。见状，其他几名护卫吓了一跳。你们怕什么？别忘记，你们大人我可是会结界之术的。牢头说话间，便用结界阵法为那女子疗伤。很快的，那留着血红手印的脸颊便恢复如初。哈哈，大人果然厉害。见状，几名护卫开始各种溜须拍马，这是自然。而那牢头也是一脸得意，说着笑着就走了出去。但他们却并不知道，他们刚刚所打的并不是唐英，而是他们不敢得罪的六夫人。此刻，楚风早就带着唐英来到了远离曹家的地方，不仅为唐英准备了足够的盘缠，并且还为唐英做了易容术，改变了面容。除非是仙袍界灵师，否则根本无法看穿唐英的本来面容。从今以后，你叫什么英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叫唐英，明白吗？另外，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所以你自己还是要赶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再回这里了。楚风对唐英嘱咐道。楚风，我们日后还能再见吗？唐英问道。有缘自会相见。楚风说道。那你会杀光我们唐家人吗？唐英问道。这件事
你最好还是不要问了，结果怕是会让你不舒服。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唐英沉默了。他已经知道楚风绝对不会放过唐家人，虽然唐家人将他卖了，可毕竟还是他的亲人，这么多年的感情不是短时间便能磨灭的。只要想到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将要死，心里还是会很痛，还是会不舍。但他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劝楚风，毕竟唐家的却对不起楚风，更何况他欠楚风的已经够多了。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唐英对楚风说道。别傻了，以后可要长个记性，不要再轻易相信他人。总之，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楚风笑着对唐英说道。唐英点了点头。走吧，我目送你。楚风说道。唐英甜甜一笑，他不想在分别的时候让楚风看到他难过的样子，他想给楚风留下一个好印象，因为他也清楚这一别很可能便是一辈子。唐英走了，渐行渐远，最终还是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内。至于楚风，内心则是倍感惜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过客，而唐英便是这样的人。但他却希望唐英日后能过得好，因为他能够想象得到被最爱的家人背叛是多么痛心的一件事。默默望了唐英离去的方向好久，楚风转过身来向曹家的方向行去。唐英猜对了，楚风可不会放过唐家与曹家，而明日唐家举办的联盟大典便是楚风向唐曹两家讨回公道的好日子。次日，唐曹两家的联盟大典如期召开，而能够进入此处的自然也都是这附近有名有势的存在。尽管这次的联盟无论是唐家还是曹家心底里其实都不愿意，毕竟前段时间才刚刚刀兵相见，两家都有死伤，但是这么多的宾客来此，还有陆阳阁的元稹长老以及诸多高手亲自坐镇，就算再不情愿，可是表面上唐曹两家的人也都要表现得很是高兴。而看到那些相亲相爱的唐家人后，各位来此的宾客也是颇感意外，毕竟前段时间还听说唐曹两家闹得必可开交，本来听到唐曹两家要联盟的消息，许多人也是不太相信，抱着怀疑的态度过来的，但没想到这竟然是真的。不过尽管心中有所疑问，但毕竟有陆阳阁的人在，所以宾客们也没有人提出扫兴的疑问，大家都装得很开心。而这样一来，这场联盟大典自然也就显得格外的热闹，倒也达到了唐曹两家所希望的预期。热闹归热闹，却没有人注意到有一个不速之客混了进来，这位自然便是唐曹两家正在暗中通缉的楚风。楚风一直在观察着陆阳阁之人的实力，之所以只观察陆阳阁之人的实力，那是楚风已经可以无视唐曹两家的兵力，因为哪怕他们最强的两位家主如今在与楚风交手的话，也绝对不会是楚风的对手。至于那位元稹长老，楚风也同样不放在眼中，同等实力之下，楚风基本不怕任何人。不过楚风知道陆阳阁的实力绝对不止如此，虽然元稹长老在陆阳阁的身份的确有些高贵，但是论实力绝对谈不上多强，所以楚风主要观察的便是陆阳阁的其他人。而一番观察之后，楚风的心也彻底放了下来，因为来到此处的陆阳阁之人，最强的竟然便是元稹长老，其他人连元稹都不如，那楚风自然便也不惧怕。但哪怕在确定这场联盟大典上的人对自己毫无威胁后，楚风也没有立刻出手，因为他还想要看一场好戏，那便是曹家家主的六夫人嫁给唐家小儿子的画面。楚风从唐英那里得知，那曹家家主的小儿子虽然是白痴，但却非常的色，被他糟蹋的姑娘可是不少，就连许多没有长大的小孩子也难逃他的毒手。最恶心的是，竟然连长得稚嫩的男孩子他也不放过，甚至还有许多孩子因为太小而被他活活糟蹋致死，这可以说是一个绝对的畜生。至于那个小畜生的娘亲，也就是那所谓的六夫人，更不是什么好货色。当初曹家家主最先看上的本来是那六夫人的同胞妹妹，但六夫人为了荣华富贵，竟然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同胞妹妹。这件事情曹家家主倒也知道，但是毕竟人死不能复生，而六夫人与其妹妹又的确长得一模一样，所以曹家家主不仅没有杀她，反而将她娶进曹家。六夫人进了曹家之后，便开始兴风作浪，甚至看到哪个仆人不顺眼，都会立刻将其杀死，可谓残忍至极。所以这样搞他们母子俩，楚风没有丝毫的罪恶感，反而觉得理所应当，毕竟这也算是替天行道的做了一件好事。更何况这又能让曹家丢尽脸面，让唐家为之难看，可谓是一箭三雕。联盟大典进行得很是顺利，无非就是一些令人犯困的仪式。而当联盟大典结束之后，在楚风看来的重头戏也终于登场，那便是唐英与唐家小公子曹玉的亲事。曹玉登场那一刻，许多人都是忍不住想要笑，这个家伙长得非常的丑，就跟脑子进水了一样，嘴歪眼斜，还流哈喇子，这个模样既不像曹家家主，也不像其母亲，可若只是如此，倒也不能令人如此。最关键的是，他是被两个婢女搀扶上来的，并且走路的时候眼睛不停地看着婢女的胸前，越看口水流得越多，那色的叫一个明显。看到这样的曹玉，那便验证了他色胆包天的传闻。只要想一想，一个没有智商的白痴，连自己的亲生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认识，但却对女子情有独钟，整天想着那档子事，这让人怎能不笑？喂，曹家这是怎么了？曹玉公子大喜的日子，怎么还把他的手脚给束缚住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声音传来，自远处的席位传来，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这个声音自然是楚风传的，但却没人能够认出是楚风，毕竟此刻的楚风伪装了面容。怎么回事？曹家真的束缚了曹玉的双手吗？这是为了什么啊？听得此话，人们先是有些吃惊，可是仔细一看才发现，曹玉的双手虽然被特殊的新郎衣服遮挡，但竟然一动不动，似乎真的像是被束缚了。这一刻，人们终于知道为何曹玉看那两个婢女都快要疯了，但却不动手。搞了半天是手被束缚住了，想动动不了。可小儿前些10日修炼武技不慎，导致双手负伤，所以双臂难动。曹家家主解释道：“原来曹玉公子也会修炼武技，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啊。”楚
楚风讽刺的大笑起来，并且笑得非常大声，几乎充斥了这整个曹家。别人怕这曹家，楚风可是不怕。而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不少人也都很想跟着笑，因为他们都知道曹玉虽然有修为，但却是曹家用特殊手段灌输的，他本人根本就不会修武，所以对于曹家家主说曹玉修炼武技才弄伤了双手这种话，绝对是无稽之谈。尤其是想到曹家家主之所以说这种谎话，是为了掩饰他儿子太色，所以才捆住双手之后，人们更是觉得好笑。不过出于对曹家的尊重，没有一个人敢笑出来，都硬生生的将笑意给强忍了回去。哼，这位小友真是说笑了，我曹家没人不会修武，更何况是我儿。曹家家主笑眯眯的说道，虽然语气上客气，但在他扫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却闪过了一抹浓浓的杀意。这种杀意满含威胁，甚至与此同时，有暗中传音映入楚风的耳帘，那都是曹家之人的传音。有的在询问楚风是谁，有的劝楚风说话小心。总之与曹家家主的目光一样，满满的都是威胁之意。而眼下发生的一切，其实都在楚风意料之中，自然而然的。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不惧怕，因为就算曹家不找他麻烦，他也不会放过曹家。事实上，此刻不仅是曹家的人看楚风不顺眼，就连陆阳阁的也看楚风不顺眼。不管怎么说，曹家都是陆阳阁的附属势力，楚风这样找曹家的麻烦，也就等于不给陆阳阁面子。但对楚风来说都无所谓。对楚风来说，今日无论是曹家还是唐家，或者是陆阳阁，楚风都不打算放过。去把新娘请出来吧，可不要耽误了好时辰。元稹长老说道。他这个时候说话，其实是想缓解尴尬的形势，将此事带过去。是。曹家之人明白元稹长老的好意，也不犹豫，很快便将今日的另一个主角唐英给请了上来。唐英上来的时候是被蒙着盖头的，且那盖头很特殊，能够抵挡许多观察手段，所以没人能够看清他的脸。实际上，就算是现在掀开盖头，也不会有人发现这个其实不是唐英。毕竟楚风布置的整容阵法还在，那阵法唯有楚风能解，所以此刻正在与曹玉拜堂成亲的，并不是唐英，而是曹玉的亲生母亲。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当主婚人喊出最后这句话的时候，曹玉在婢女的帮助下，便与唐英互相对拜。值得一提的是，唐英也是由一位实力高强的曹家婢女搀扶着举行完拜堂仪式的。之所以这样做，自然是怕唐英不服，但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那与曹玉对拜的根本不受唐英，而是曹玉的亲娘。就在这时，楚风大袖一挥，忽然一阵狂风猛然席卷开来，径直的卷向了那举办婚礼的高台。见状，坐在高台上的曹家家主同样也是大袖一卷，便将自己那7品半祖的威压散发而出，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平息这场狂风。然而那狂风却忽然加速，尽管大部分的风力被曹家家主平息下来，可是有一道劲风竟然以极快的速度掠向了高台之上的新娘，直接将那新娘头上的红盖头给吹飞开来。而当那红盖头被掀开之后，在场之人皆是神色大变，为之一惊，尤其是曹家之人，更是宛如石化一般愣在了那里，很快的脸色就变得铁青。那好像不是唐家的小姐唐英吧？唐英在这片区域也算是名人，所以很多人都认识唐英。当看到那高台上的女子不是唐英后，自然吃惊，毕竟今日可是唐英与曹玉的婚礼。那不是曹家的六夫人吗？忽然人群之中传来一声惊呼，什么？曹家六夫人？那不是曹玉的亲生母亲吗？而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倍感吃惊。虽然见过曹家六夫人的人并不多，可是曹家六夫人是曹玉生母这件事，知道的却是不少。天哪，真的是曹家六夫人！这么说来，曹玉竟然与自己的亲生母亲举办了婚礼。我的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曹家家主怎么将自己的夫人许配给了自己的儿子？一时之间，所有人都傻了，实在不明白曹家这是演的哪出戏。而曹家之人更是觉得脸面都丢光了，尤其是曹家家主，此刻脸色由青转紫，由紫转绿，简直就快要发疯。唐海川，你这是什么意思？愤怒之下，曹家家主看向了唐家家主，还以为是唐家搞的鬼。你跟我吼什么？小女不是早就交给你曹家看管了吗？你还问我要什么人？唐家家主赶忙推脱责任。哟，怎么婚礼还没开始就将女儿送出去了？这是卖的什么关子啊？两位家主，我怎么听不懂呢？就在这时，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混账！刚刚的狂风就是你掀起的，你到底是什么人？竟敢来我曹家捣乱！曹家家主指着楚风愤怒地呵斥道。而这一刻，在场之人也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从一开始就在找曹家的麻烦，人们也都很想知道这位究竟是谁，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怎么了，曹家家主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吗？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大袖一掀，便将自己身上的衣服掀飞开来。这一刻，楚风不仅露出了真实面容，道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更是雷芒四射的覆盖全身。竟然是你！看到楚风，莫说唐曹两家的众人又惊又恐，就连陆阳阁的那位元稹长老也是神色大变，紧张的猛然站起身来。那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那是天族之人。我的天啊，看他的年纪应该还是一位小辈，一个小辈竟然拥有此等修为，究竟是哪座天族培养出了此等天才？此时此刻，相比于唐曹两家，许多不明真相的围观之人也同样是一脸的吃惊，甚至比唐曹两家还要惊讶。许多人都不知道楚风与唐曹两家的过节，可是这却无法阻挡他们看到楚风之后表现出的意外与吃惊。毕竟先不说楚风那天级血脉的标志，单是楚风如此年纪，具有如此修为，就已经足以令无数人为之叹服。诸位，想必我是谁，你们还不清楚？简单的来说，我叫楚风，曾在前些时日曹家攻打唐家之时，受唐家小姐唐英之邀，为唐家而战。那一战，为了保全唐家，我斩杀了曹家的三公子曹宇轩。而也正因如此，
陆阳阁便插手参与了这件事，要曹家和唐家放下私人恩怨，联手对付我。至于唐家，为了利益，便背信弃义，转手便来对付我。大家评评理，有这么办事的吗？楚风双手一摊，向众人问道。这一刻，人群早已经炸开了锅，因为楚风所说的话实在太过惊人。单单是楚风杀了曹宇轩，就已经足以令人惊叹。毕竟曹宇轩的名头可不是闹着玩的，而楚风帮着唐家杀了曹宇轩，可唐家却忘恩负义的对付楚风，这更是让人们感觉不可思议。楚风，想不到你如此胆大，竟敢单枪匹马来此。忽然，元稹长老冷然地笑了出来。他之前看到楚风，的确是吓了一跳，很是紧张，因为他也害怕楚风带来帮手。但经过他一番打量，发现楚风并没有援军，而是一个人来的后，顿时卸下了紧张的心情，取而代之的便是讽刺的笑容，因为他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楚风就是楚陆阳所说的野种。这种野种在各个天族之中都很多，而这种野种是根本没有靠山的。然而元稹长老此话一出，围观之人的神情又是一变。毕竟元稹长老没有否认楚风说的是假的，而既不否认，便也等于间接的承认了楚风所说属实。只要想到楚风竟然真的斩杀了曹家的那位天才曹宇轩，并且唐家竟然忘恩负义的对楚风做出了那种事，人们皆是倍感吃惊。这一刻，楚风也是笑了，说道：“收拾你们，我一人足矣。”真是大言不惭。元稹长老冷哼一声，随后对唐曹两位家主说道：“唐海川、曹阔峰，我给你们二人一个补救的机会，这一次可不要再让他给逃了。长老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再给他逃脱的机会。”唐海川与曹阔峰说话之间已是各自手持半程祖兵，掠向了楚风。而他二人这一动，顿时汹涌的祖籍武力四散开来。与此同时，两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更是的向楚风压迫而去。这两种力量皆是非同小可，绝非寻常的武技，已经超越了天境武技。尤其是在半程祖兵的催动之下，化作两只狰狞且巨大的猛兽。两只猛兽怒吼不断，仿佛可以吞噬眼前的一切，威势简直势不可挡。那乃是两种地境武技，就如同楚风之前所料，这两位家主果然也掌握了地境武技。虽然掌握的还不是十分的全面，但却也的确是真正的地境武技。这种感觉，莫非是传说中的地境武技？与此同时，许多人都是神色大变，满眼的惊讶之色。他们已经从那两种武技的威势上感受出来，那乃是地境武技。可是就算楚风实力再强，此刻施展出了种种手段之后，战力也只是与6品半祖相差不多。他们实在是想不通，身为7品半祖的两位家主，明明可以轻易的斩杀楚风，但为何还要一出手便施展出此等手段？又是亮出半程祖兵，又是施展地境武技的，就算对方是天族之人，可这也未免太过小题大做了吧？你今日必死无疑。事实上，当两位家主成功将地境武技施展而出，且用那武技的力量成功封锁住楚风之后，他们的脸上也都露出利奥得意的笑容。在他们看来，上一次放楚风逃走乃是一时大意，但是这一次他们一出手便是杀招，楚风便几乎没有了逃脱的余地。可他们却并不知道，虽然他们眼中的楚风还是与当初一样，乃是1品半祖的修为，用诸多手段之后才将战力提升到了与寻常6品半祖的地步，但实际上楚风的真实修为已经是2品半祖。楚风使用两种雷霆的手段，修为便达到4品半祖，再配上逆战3品战力，楚风的真实战力已经可与寻常的7品半祖匹敌。而楚风在同等战力之下几乎没有敌手，哪怕两位家主施展出再强的手段，楚风也是不惧。只不过楚风故意隐藏了1品修为，为的就是让这两位家主大意。眨眼之间，两位家主以半程祖兵之威所施展的地境武技便从天而降，那两道武技还未靠近，便一阵的虚空轰轰直响，那等威势当真就像是末日降临。单单是感受到那种威势，便足以令人恐惧，更何况那恐怖的力量而锁定的人乃是楚风一人。嘿，但就是面对此等攻势，楚风却是面带微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像是等死一般。终于，那两道地境武技轰落而下，化作两道汹涌的能量涟漪，席卷四面八方。一时之间，那方天地都陷入了混沌一片，无数无辜之人惨死在其中，被轰得飞灰烟灭。而在那一刻，楚风的气息也是随之消失不见。见状，唐家家主与曹家家主这两位昔日的对手，竟不由自主地相视一笑。在他们看来，这一次楚风绝对是必死无疑，他们也算是除掉了一个巨大的隐患。然而就在这时，那恐怖的能量涟漪之中，忽然传来阵阵狂风之音，那飓风席卷开来，竟在眨眼之间便将那恐怖的能量涟漪吹散开来。与此同时，风雷水火土5道能量体正快速地向两位家主飞掠而来。这是什么？看到这5道能量体，两位家主顿时神情大变，因为他们都在那5道能量体之中感受到了致命威胁，并且那5种能量体速度极快，他们竟然避无可避，躲不能躲。然而就在那5道能量体靠近两位家主之际，竟然开始凝聚。这一刻，两位家主本就惊恐的目光之中，竟然涌现出无比吃惊之色，因为那5道能量体已经化作一道人形，此人正是楚风。楚风恢复本体之际，距离两位家主已是不足3米，且手中的半程祖兵岩浆帝君剑已然挥展开来，一道火光横扫虚空，唐海川与曹阔峰两位家主便被硬生生的斩切成了2段。只是一击，两位家主的身体便被那火焰光刃所斩切成了2段。而当那2道身体破坏之后，两位家主却并未真的死去，而是化作2道灵魂体飞掠而出。然而面对那2道灵魂体，楚风只是五指张开，顿时一股磅礴的吸力扩散而出，2道灵魂体不仅飞速的向楚风掌心掠来，更是不断的缩小，最后从如同2只老鼠一般被楚风紧紧地抓在了手中。此刻两位家主正在不断的挣扎，可却根本无法摆脱楚风。
这让他们的2张老脸之上布满了恐慌之色。唐家家主，当日你忘恩负义，对我出手的时候，可曾想过今天？楚风冷声问道。与此同时，眼中也是涌现出浓浓的杀意。楚风小友饶命！楚风小友饶命啊！看在小英的份上，你放过我吧！唐家家主开始不断的对楚风求饶，还有脸与我提唐英。而听到唐英这2个字之后，楚风眼中的杀意不减反增。元稹长老救命！元稹长老快救我！唐家家主感觉不对，便赶忙向元稹长老求救。今日谁都救不了你们！楚风说完此话之后，只见掌心猛然一握，只听扑哧一声，便将唐海川与曹阔峰2位家主的灵魂体直接捏成了粉碎，死的不能再死。见此一幕，许多围观之人都是骇人大惊，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会如此之强，竟然能够轻易之间抹杀2位家主。原来你隐藏了修为。此刻元稹长老也是眼前一亮，他已经看出来了，楚风在使用雷霆手段之后，修为乃是4品半祖，而先前明明还是3品半祖，这让意识到是楚风在先前故意隐藏了修为，他是有意让2位家主大意的。现在才意识到我隐藏修为，怕是已经晚了。楚风冷然一笑，随后目光扫向四方，对众人说道：今日我楚风将要屠戮此城，无关人等速速离去。楚风此话一落，顿时一股杀机涌现，磅礴的杀意残卷于虚空，化作漫天的乌云，宛如无数只凶残的猛兽在空中厮杀奔腾。一时之间，恐怖的气息弥漫这方天地。快走！感受到那股杀意，又见到楚风先前的手段，所有人都意识到楚风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拔空而起，拼命的向远处逃去，生怕被接下来的争斗牵连。毕竟先前唐曹2位家主对楚风的攻击，就已经让很多无辜之人殒命了。众人虽然逃离了曹家，可却没人真的逃离此城。毕竟人们都有八卦之心，都喜欢看看热闹。虽然这场热闹不可静观，但是从远处瞧一瞧，对于这些人来说，去也是必须的。唐家与曹家之人听着，若是你们现在有要走的，还可以趁早离开，否则等下便不要怪我楚风无情，要怪便只能怪给你们自己。是我给了你们机会，而你们却不用。楚风冷冷地说道，言语之中没有一丝情感。你杀了我家家主，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楚风，我们要取你的狗命！楚风，你这个狗娘养的畜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我要让你飞灰烟灭！楚风，我要挖你祖坟，灭你后人，让你从此断子绝孙！唐曹2家的众人刚死啊，家主正在气头之上，岂会惧怕楚风？许多人都指着楚风咒骂不断，一个比一个骂得难听。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大剑一挥，顿时一道光刃横扫虚空，掠向那些咒骂他的一群人。只是一瞬间，火焰如利刃一般飞射，血花雨水一般四溅，那些先前咒骂的所有人都被楚风抹杀，片甲不留，真是给脸不要脸。杀过那些人后，楚风冷哼一声，脸上没有一丝同情。楚风不是冷血无情之人，但却更不是婆婆妈妈之辈。他杀人之前会给人选择，但若给了选择，对方不走，楚风绝对不会手下留情。而这一刻，尽管唐曹2家还有许多人对楚风憎恨不已，但见那么多族人被杀之后，对楚风却也是惧怕3分。一时之间，那么多的唐家与曹家之人都像是变成了哑巴，竟然没有几个敢开口辱骂楚风的了。甚至许多人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之前他们还没有发现，但是现在他们都意识到，这个看似文质彬彬的少年，其实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他说要屠戮此城，似乎并非只是说说这么简单。楚风，你是真觉得能够杀死唐海川与草阔海，你便能够杀死此处的所有人？元稹长老冷笑着问道，那笑容之中有着些许讽刺之意。虽然楚风先前已经大显神威，可是在元稹长老的眼中，楚风依然只是一个笑话罢了。我楚风向来说的出做得到，那一日我便说了，我楚风若是不死，定要灭了唐曹2家。楚风说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曹家能容你撒野，我陆阳阁可不容你。元稹长老此话一出，便手腕一转，将一件半成祖兵亮了出来。那是一件蓝色的锯齿，品质相当不错，比唐海川以及曹阔峰2位家主的半成祖兵要好得多。而此兵的威势更是不用说，此兵一出便是风起云涌，影响天气变化。那蓝色的锯齿出现之后，其对着虚空一抛，伴随一声愤怒的咆哮，竟有磅礴的巨浪冲天起。巨浪在虚空盘旋，很快的化作一只水浪巨兽。此兽似是一只大海龟，但体积实在太大，竟然顶天立地，横在虚空，宛如神兽降临。忽然，那水浪巨兽大嘴一张，道水浪便化作道水柱，向楚风飞射而来，威势相当之强，似乎感受到了那半成祖兵的挑衅。楚风手中的岩浆帝君剑竟然开始不断的颤动，那是颤动，而并非是颤抖，是战意被激发，迫不及待的想要与对方一战。这种感觉就像是一山不容二虎一般。去吧，岩浆帝君！见状，楚风则是将手中的岩浆帝君剑轻轻抛起，只听得一声巨响，岩浆帝君便浮现而出，居然敢在本帝君面前叫嚣！今日本帝君就要好好教训一下你这混账王八蛋！岩浆帝君就像是脱开束缚的猛虎，相当的凶猛，竟然凭借肉身硬生生的破开了那水浪巨兽吐出的凶残水柱，且攻向了那水浪巨兽。而那水浪巨兽也是不甘示弱，举也张开大嘴，向岩浆帝君撕咬，轮动巨抓，向岩浆帝君拍打。一时之间，两只庞然大物已在虚空之上站在一处，水火不相容。此刻必要在那虚空之上决出个高低，分出个胜负。